第3关卡因果影集。两位老师好。15分钟，计时开始。你好，怎么称呼？你叫我蛇就可以了。蛇？对，或 Snake 都可以。这是我的姓，对，我姓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蛇山印，你可以叫我蛇或 Snake。对，那今天会来也是有原因的，因为有些是我自己也处理不了，或者是没办法去想出办法的一个问题。好，那就是小时候13岁就头脑就有长了一颗肿瘤，那因为压迫的关系，让我有点就是失语症的症状，会看不懂字，也听不懂别人讲话，有时候没办法控制自己的舌头或者是嘴巴，所以讲出来的话，大家也会听不懂。想说可以顺便问一些可能比较厉害的老师，也许可以给我指点迷津，或者是让我有更好的方向。台湾地位全方位灵能师究竟在哪里？欢迎收看今天由 Achieve 契机科技赞助播出的灵能的挑战。那今天非常荣幸的就可以邀请到契机科技的业务经理 Maggie 来跟大家聊聊。Maggie 你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aggie。Maggie 跟大家聊一下说Achieve 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品牌吗？Achieve 是世界第一家脑厂的应用品牌，基于李嗣涔教授研究脑厂理论30几年嘛。那我们就是基于这个理论呢，开发出能量商品。可以跟大家分享前面的产品，就是有脑气元宝跟脑锭，其实功能都很类似啊。它就是产生脑场，这一台叫脑锭，那它背后有一个皮件扣环，就挂在手机或是包包上，然后到办公室的时候，我就会这样放在旁边，然后它长按这个开机键就会亮灯。这个的话是脑气元宝，比如说你睡觉冥想的时候，一个私领域空间的使用，很适合有在冥想的人，然后你原本就会佩戴一些想要帮助自己磁场、气场东西的人，没错，他就可以戴在身上，所以是我们的这个契机科技。我为你画了一张图。哦，这么好，谢谢。你有什么想要让我们协助你的吗？有，就是因为我毕竟是一个从小医院长大的小孩，那从13岁吃药吃到现在，但是并没有明显的改善。但是医生因为了安全起见，也没有想让我停药，但是继续吃下去，我必须为30年、40年后的自己负责嘛，因为它也是有副作用的。像基本的什么念经啊，或一些自然疗法也有试过，但实际上有什么方法可以帮我解决这个问题，是我现在比较困惑的地方。你对现在的病情会有排斥感吗？哦，有，忘记跟你说我的病情，因为我的病情其实就是我会听不懂你讲话，所以我会没办法跟别人沟通，然后文字也会看不懂，对，所以就会感觉灵魂被卡在肉体里面，但是讲出来的东西是什么，或者是实际上你跟我讲了什么，都会有所阻碍。所以有时候可能我跟客人对话，我自己会有感觉到，完了，等一下可能要发作了，我会尽量避开。除了医学之外，你有去一些宗教信仰或者是一些灵学方面吗？宫庙有问啦，但那就是因为东方都是讲就是什么还债之类的嘛，业力呀，对，业力，东方比较讲这些。因为像我自己睡前也会念经文，但就是目前还在观察。是，第一个是你有这个动机就已经是好的，就是你愿意去尝试。那第二个的话，我觉得你念经文的方式好像该要做一些调整。我现在看到你在念经文的状态，我是用通灵看到，有点急于求成，急于说我想马上见效，什么时候才会让我好？你都不能有这种想法，因为我们在念经文这个过程，它就是已经在转变我们身上所有磁场能量的一个过程，它需要时间。就像我们种花，花有花期，我没有办法马上就让它立马见效，马上开花，我们要去培养它，要去用心照顾它。你可以帮我抽一张卡。好啊，随便抽吗？对，你就拿一叠或一张或不拿。那这一张。其实从护理友前面帮他抽牌卡，到帮他给他建议的时候，其实他都是一直在
就是反射回来，就一直打枪，一直打枪，他就已经心里有主观意识了嘛，他就不会接纳其他人给他建议了。你抽到的是幻影水晶，然后是白色，在顶轮，它告诉你要穿越，前面好像是一片浓雾，这个未知的世界让你看不到前方的道路，就像可能你说的那个病情嘛，你看不到你到底未来可以治好吗？但他告诉你的是，去穿越它，去追风吧，奋力冲刺。但就追不到，医生也追不到，我要怎么办？所以你这个病一直卡在那里啊，因为你没有去穿越啊。怎样算穿越？你说心理上的穿越？你没有找回那个自信。我刚才说的，会吗？你说什么样的自信？对于自我认同的自信。我蛮自我认同的。就是老实说，我没自信，但是我从小到大，应该说没有人这样讲我，我自己也觉得，我算是个很有自信的人，对。然后他这里第二个讲到是锻炼身体和意志力。身体有在练啊，就是我其实算是个连医生都给我拍手，一个很健康，应该说生活形态很健康的一个病人。应该说我朋友也蛮认同我这一点，就是有时候过于自信反而是一个缺点。过于自信是一个缺点，就是对，像如果你讲一起创业好，我可能是跑在前面就被撕掉那一种。你都还没想，你就先打消自己想要去创业，但是我先怎样的，好像不行，这个就是那片雾，你知道吗？我先施礼一下，因为我不认同你讲的这句话。第一，我有自信，然后第二，我不管心理医生或精神科医生，也很认同我的一些想法思维。应该说，我应该以心理医生的角度来讲，我其实已经是一个心理状态很健康的病人。那我本身职业也是一位命理师，对，那里面那位男老师讲话也可能比较直接，所以我一开始有反驳他了，没到很不舒服，只是就是单纯的就是，你这个想法我不是很认同，毕竟命理师也必须要有一些懂得，应该说同理心，或者是能够疗愈他人的一些方式。他想要问的是，为什么没有能力去改变？为什么世界对我那么不公平？这个想法限制住了他，好像让他没办法创造他的人生了。就是我们 focus 的点是有什么办法？我想问 how 如何做可以减轻，或者是让我可以走更长远。所以他好像把这个责任交给节目，想要让节目让他看到奇迹，但奇迹不会出现在别人身上，奇迹永远都在我们自己每一刻的身旁。我现在读到你的灵魂，建议是说，第一个，你的这个病啊，现在用医学的角度，其实是没有办法有效的根治它，这是事实。那第二个的话，如果医学帮助不到的时候，我们现在可以试一下灵学或者是宗教。那当你开始介入的时候，其实这已经是一个在发生转变的一个过程。老师，那我想问一下，像如果以宗教，就是因为其实宗教对很多人来说好像有点困难，那对我来说还好。只是我想说，如果先不把宗教这些加进来，就是以实际现实生活中有什么其他更好做法？像可能换医生啊、换药啊，或者是可能现在有比较先进的手术也可以进行。手术我倒是没有看到马上见效，因为医生有跟我讲，就其实有比较新的科技，但是像以前的我有动手术就这边了，这个是对这个疤痕，就是有做手术跟没做手术跟有吃药没吃药其实都差不多。对啊，就白挨刀了。就我刚刚给你的建议说，做手术这件事好像对你的帮助实际上没有很大。应该说都没有想象中有效啊。像中药也是吃到医生觉得不用吃了，反正都一样，那就只有针灸就好。因为毕竟该怎么面对或使用哪些自然疗法啊，或者是还有什么其他方式，可能气功啊、针灸啊类似，或者什么经文啊，那些自己有不断的尝试。因为一般访问者的个案呢，他来找我们访视解惑，他一定想要用最快速的方式，直接能够得到他要的结果。可是事实上，很多事情根本就不是能够在短期内完成它，让它有最好的一个呈现出来的效果状态。
而且这个病它是长期性的，它绝对不是短期的。你现在我只能告诉你说，你要去接受它，和平相处。可是这个药我吃下去，我要为多年后老的我负责嘛？因为毕竟它有副作用。我从13岁一直吃到现在，已经也蛮多年了。这样子吃下去以后，我是不是就要去承认或者是认同，因为我继续吃药，所以又产生了其他疾病？那如果你不吃药会比较好，你能克制吗？因为有吃跟没吃都是一样的状况。那如果都是一样状况，对你没有太大改变但医生会说有风险啊，你停药会有风险。那这个就是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会有什么这样的风险，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，所以会不会下一秒就是突然什么抽搐啊、抽筋又死掉之类的？不会，抽搐倒是没看到。对，所以我只能告诉你，不管前方是什么路，一定都会有风险。我们只能去穿越它而已。就是我觉得要尝试多一些的方法。我们只能去尝试啊。那这条路会是什么路？就是我该走哪一条？你心里面有答案？我心里就没答案才会来这里啊。是我的话，我会用宗教的角度切入。那像因为毕竟佛教是多元神的一个信仰，我比较好奇，有时候哪一个可以比较帮助我？药师经，这个我念药师佛经。如果你念了没有感觉的话，那你要不要试试看地藏经？地藏经吗？地藏经它是化解地藏本愿经。它是化解一些重大因果，累世所造下的一些因，那我们去解它，你可以试试看。好，这个我下次试试。我自己是觉得有宗教信仰是很正常的，那每个人本来就有自己的宗教跟信仰。今天会觉得好像不太 OK， 是因为有问老师，除了宗教以外，有没有其他现实的一些方式，就是不要把我局限在灵性的世界或者是宗教里面。但老师就最后又回到宗教那边，就感觉有点，算是绕圈子吗？还是鬼撞墙？这个我也不知道。因为我们的方式本来就不是单一的，我们就是要多去尝试它。比如说，我现在心里面如果说对未来啊都是未知的，我就是要多尝试，然后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。如果一直永远不穿越那片迷雾，那就是一直停在这。但是我现在就是你先放掉你的自我这个自尊心吧。我觉得他有他的路要走，我有我的路要走，我们可能像是平行线，就一直没有交集到，没有共鸣到。好，老师，我们剩2分钟，我想问另一个问题。好，就是为什么今天会有这个状况的那个因是来自于什么？如果说以累世今生的因果来断定的话，我看到你的前世有对其他的一些人做过一些伤害的动作，有伤害他这部分听觉方面的障碍，是真的。对，我知道，这是说明我说对了。继续讲。对，那我看到的就是那个画面是有冲突画面。那前世你是个很有钱人家小孩，爸爸是那个当地比较有钱，然后有声望、有身份的。然后你因为自己的个性啊，就是纨绔子弟嘛，伤害到人家了，伤害到头部的部分，用棍子打下去。这个倒是跟其他灵媒讲的有点相近，就是反正都是去砍别人头啊、打别人头啊，是类似这样子。伤到对，所以他的那个前世的业啊，遗留到你这一世，因为我们累世所有做下来的事情啊，它不会消失的，它一定会随着你的灵魂惯性继续下去。不断的轮回，那你这个业一定是跟着你的，所以我建议你是读地藏经。那第一个读地藏经是消自己累世的业，第二个是对于你曾经伤害过的这些无辜的众生，对他们做一个忏悔，做一个忏悔，那个是有力量的，绝对能帮助你，真的。我自己是觉得，你永远都要尊重你的客人的主观的判断。当他说我觉得你自尊心太高，或是你没有自信吧，还是什么，对不对？当然你也许有你自己更深入的看见，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对方已经说他不想要这样，或是他明显告诉你他不是这样的时候，通常你要换一条路走，因为你的客户才是他人生的专家。因为我有时候太想表达自己想表达的嘛，忘了什么才是真正他需要的，这也是我要去学习的。你还好
吗？还可以啊。OK，刚刚的状况有一点点激烈，我自己感觉。激烈吗？因为有一个讲的就很不对啊，所以我就。我要反驳一下，然后毕竟那个电视播出是播出我，对，所以我不想被讲错或用错的东西包装起来。没有问题因为刚刚其实他确实有讲一些东西，会有一点点让我们难以回应，那其实也没有关系。老师知道我给几分吗？应该最后还是会知道。会被讨厌。会被讨厌。我担心被讨厌。好。其实这样就是说，因为今天谈到的东西，它牵扯，它不是只是在讲心理上的东西，它是跟身体上面的东西有互动的。那我以前跟妈妈癌症过世的孩子工作过，那这样子的孩子，他们很常会问一个问题是：为什么妈妈过世？为什么妈妈得癌症？那其实为什么这件事情对我们很多人来说都很重要。那重要的原因是因为，当我们在问为什么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在说的事情并不是我们真的想知道为什么。所以孩子在问为什么的时候，其实他在表达的事情是我不喜欢，我不想要。人对未知的忍受度就是这么低，我们就是不喜欢未知，所以我们会不停的去探问。比方说，我生了很重的疾病，然后或是我的父母过世，我们当然会一再一再的去问为什么，然后这个为什么在某些时候也是有意义的。可是如果我们不停的在问的时候，我们要能够去看到说这个为什么下面其实是我不想要，我不喜欢。那如果这个失落没有被听见的话，他就没有机会释放。每个人就是都是病患，但是其实病患里面有非常多的不同。我们不需要因为我们有什么病，或是说有一个人他特别来问世，就先假定他是所谓的弱势的状态，或者他很需要帮助。你想要说的是这个，对不对？这句话我很认同。对，好。那截至目前为止，对两位老师的说法有没有一些想法跟感觉？好，不是因为我觉得我问题问得很清楚，我是问有没有除了宗教或者是什么灵修以外的方式，因为其实我也蛮期待啊，会不会几年后有新的药出来，或之类的，或者是换不同的药商或不同的医生，也许也会是一个撇除宗教来讲的一些方式，但是答案跟这个好像又回到宗教。对，我是不知道如果今天你在我这个位置，你的想法是怎么样？如果我是你的话，我应该会觉得有点挫折，因为其实我已经试过很多方式了，不会有人比我更了解我的疾病。对，有的时候我们去求药，重点并不是有没有求到药，而是求药的历程里面，我们获得一个我能感，获得一个我对世界还有一些控制的感觉。我不想要一般化，就是你所经历到的事情。如果我们说每个人都有生病啊，每个人都有疾病，那好像在告诉你说，因为每个人都有，所以你的不算什么。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样子吧，因为只有你知道这个历程里面有多辛苦。我们更加可以去承认的事情是，即便如此，你活得如此之好，对不对？如此之好。对，如此之好，那何不就是庆祝生命的礼赞？就是你结合了这些东西，所以你的生命有一个这样很丰富的样子。对，你觉得？你这样子的一个收场，我觉得很棒啊，就是毕竟是一个比较甜，应该说刚刚如果好像跟老师有点比较严肃了一点。我们要捧着对方的自尊心，而不是觉得我们比对方更知道什么东西，然后我们告诉别人怎么做。这个东西某种程度上，其实我们在夺走别人对自己生活跟生命的主导权。其实这个过程反而是最摧毁他们自信的事情。对。好，那但还是回到两位老师，你觉得你想要给他们多少分呢？然后为什么这样子？多少？然后你可以自己决定。好。好，所以我们的9号挑战者跟1号挑战者 Julio 跟依林老师获得20分。好，这是我们最终的决定，这是一个困难的选择，相信你已经尽力了。好。这个是我的话，我发现它代表着我人生的今天的结果。我承受着这个结果，我还能有这么大的信心吗？我怀疑了自己。我这张画就是画的相反，因为我把字写在画图的这一面，
好像第一天让我看见的那个极端神威显化，今天让我看见了完全不同的面向。那这个时候，我还能相信他吗？我觉得他在考验我这个。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创立这个品牌？大家现在其实都是处于在一个VUCA的时代，它其实是代表着高变动性，然后有不确定性，然后未知模糊的，所以它就是在形容现在这个时代。因为疫情之后，大家有很多不确定性嘛，那在这个不确定性底下，其实会很容易焦虑。哎，真的哎，我人生当中就是科技很发达，但是人的心灵不一定更平静。所以契机一直在提倡的就是希望去唤醒大家内在的安全感。因为大家可能对于扰场这个词也蛮陌生的。对，如果别人问你会怎么讲扰场？脑场简单来说，可以把它理解成水晶气场。所以你们有实体的产品可以去让大家比较安全感。它放在办公室的桌上旁边的时候，其实就是带给我们一个很像是静心陪伴的一个提醒。对，可以提升你的。可以这样放在旁边。没错没错。然后这个是私领域，可能放在床旁边。对，我自己就放在床头旁边。常常有很多客人可能睡不好，或是他冥想的时候不太容易进入那个心流状态，那就会使用这一台。我们会建议大家在使用这个产品的时候，可以有4个目标去感受看看。第一个是你身体的体感，如果你是对于能量的敏锐度比较敏感的人，他其实一拿产品的时候会感受到一股气流在身上走。那另外一个是情绪，可以去感受一下你的情绪，如果现在比较焦虑、比较激动、比较愤怒的话，它有没有帮助你去达到比较平静的状态？再来是思绪，有时候工作真的会杂讯很多，那它放在旁边的时候，可以帮助你提升你的专注力，然后甚至是其实创作者也很适合，真的会给你很多灵感。很乱。最后就是在空间的场域，尤其是很多人他真的比较敏感，去到某些地方他都会觉得这边气场不好。很多人会这样哎。对，这时候就拿出脑定，定你的心。所以包括这个脑定还有脑气元宝呢，都是非常有趣的产品。各位有兴趣的话呢，也欢迎到我们的下方链接来参考这个产品页面。那各位如果对于这个 Achieve 契机科技有更多兴趣的话，也欢迎追踪他们的脸书粉专哦。那你跟你父亲之间可能会沟通上面会有一些差异。好，改变一定是100%成功，那当然一定要做啊。那重点是成功与否都不知道啊。我们假设一个场景，你现在已经达到你成功的位置，这个时候的你会想对你父亲说什么？好问题，我没想过。你父亲也是你的贵人，因为他是有智慧的。他有智慧。人间交织和纷扰，掉进了我不的泥沼，我甚至心